我被世人称为神明，只因我的电脑能连接2维世界，我可以把现实中的物品赐予他们，而我随手刺下的菜刀竟成为了他们的神器。而小人献给我的祭品却能进入现实，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们第一次献上的祭品直接把我吓个半死。就当我点开像素神明的游戏时，突然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：这一天，世界终于迎回了伟大的神明，您的降临让世界重新获得了意义。当我回过神来，电脑中场景开始变化，屏幕上出现一片平整的绿地，周围环绕着森林和河流，中央是一座白色圆顶的神殿。紧接着那道声音再次响起：这是您的神殿，请将神殿命名。我叫林瑶，那就叫瑶神殿吧。就在这时，角落出现了2个赤裸上身的光脚小人，他们一路移动过来，围绕着神殿走来走去。其中一个小人脑袋上弹出感叹号：多么宏伟的房子，这肯定是神造出来的。另一个小人高举双手：这里是神明给出的启示，是幸运之地，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定居，神许之地。2个小人头顶都浮现出笑脸符号，一路跑出屏幕外。没过几秒，又带着5个小人一起来到了这里。7个小人开始围绕着神殿祭拜，他们在神殿旁建造了一座小小的茅草屋，又从屏幕外移植了一些浆果灌木丛过来，开始在神殿旁生活。屏幕浮现出提示：您获得了这个世界第一批信徒，信仰之力就是您展现奇迹的手段，收集更多的信仰吧。右上角出现一个人类小头像，代表的是人口，旁边还有一个宫殿图标，代表的是信仰。人口和信仰数值都为7，一个信仰者只提供了1点信仰值。我点开信仰，出现一个上锁的光团，这是奇迹，需要拥有一定的信仰值才能开启。最基础的便是降雨，还有许多更加强大的奇迹。埃及尔之火，深海之神囚禁了火龙，将其制造成了奇观，能够喷射出强大的火焰巨石。我看着这些奇迹，也陷入了思考。也就是说，得有10个信徒才能施展一次基础奇迹，增加人口成了首要问题。与其他模拟经营游戏不同，神明模拟器无法直接造房屋或生产居民，只能等待像素小人自己繁衍或聚集。我围观像素小人种地，这时注意到神殿周围的小人表现出异常状态，他们脑袋上浮现出悲伤的表情，一个个围绕着神殿祭拜。伟大的神明，请求您的显灵，请赐福给我们吧。伟大的神，森林部落认为我们信奉的是恶魔，想要推倒神殿，请您展现神迹。我瞬间明白，这是小人们的第一个危机，可信仰值只有7点，连下雨都做不到。我继续摸索，最后鼠标在神殿上点出一个全新界面，正中央是一个石头篝火，篝火前有一座灰色人形雕像，面目模糊，看不出男女，似乎是像素小人假想中的神明形象。神像前有一张长桌，桌上有2个放置槽，左边大的标注为祭品，右边小的写着恩赐，目前都空无一物。祭品好理解，那么恩赐应该是神明赐予信徒的力量或道具，难道这就是他们要的神迹？不过这时我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，那长桌怎么有点眼熟？不对，那桌子和我的电脑桌一模一样，祭品槽的形状完全是键盘的长方形，恩赐槽是椭圆形的，难道是鼠标？再仔细看那供奉的神像，不就是我吗？这个想法让我吓了一跳，随之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。我小心翼翼将桌上的一个算盘放在了鼠标上，满心期待地盯着。2秒钟后，算盘从鼠标上滚落，果然是巧合。我自嘲了一句，可就在这时，那滚落的算盘忽然凭空消失。我下意识看向屏幕，神殿的恩赐槽里多了一个大蒜的像素图标，点开图标还有一行文字：神明的恩赐，一种特殊香料，也是一种药草，请问您要将大蒜赐予您的信徒吗？我整个人抖了一下，先在出租屋里跑了一圈，又去洗了把冷水脸。等我清醒后，重新回到电脑桌前，屏幕上恩赐槽里的确是大蒜，这说明我手里的蒜的确通过鼠标位置送入了神殿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游戏到底是什么来头，为什么能做到这种次元破壁，但我倒是想看看真实世界和游戏世界的互动会产生什么结果。于是我点了是，神殿外围绕祭拜的小人们头顶纷纷冒出感叹号：神明显灵了，神明降下神迹了，伟大的神，感谢您的恩赐。大蒜，神明赐予的大蒜。小人们跪拜祈祷后奔走相告，头顶表情都变成了笑脸。他们纷纷忙碌起来，合力开垦出一片农田，农田里长出细小嫩芽，慢慢变成绿色的苗。屏幕也出现一条消息：您的恩赐让信徒学会了种植和使用大蒜，信仰得到了提升。右上角的信仰值从7跳到了22，看来恩赐可以迅速收获信仰。随后我找到桌上一支铅笔，想着工具对部落文明应该很有用。可点开页面时，恩赐槽里大蒜还在，点击上去浮现提示：大蒜正在融入世界，请耐心等待。不值得作罢，这款游戏我才刚入手，很多机制还在摸索中。大概半小时后，屏幕外跑来一群小人，都穿着皮革马甲，领头的戴着牛角盔，手持木矛，他们手持火把将神殿包围。恶魔小屋必须毁掉！是你们这些恶魔的信徒！烧掉！烧掉！烧掉！这就是神殿周围小人说过的。森林部落认为神殿里供奉着恶魔，神殿的7个信徒头顶都冒出感叹号：这是神明的宫殿，是瑶神殿，神明降下了神迹，神迹大蒜。但森林部落根本不听解释，纷纷喊着要放火。我点开奇迹选项，鼠标放在第1项降雨上。如果降下一场雨，按照这群原始小人的认知，应该会认为是神明发怒。可转念一想，不对，既然要动手，那得整个大的。我目光往后面看去，奇迹按信仰消耗从少到多依次是：降雨时闪电20，烈日25，飓风30，地震40。目前信仰只有22点，我便锁定了闪电，就你了。我点出闪电，鼠标变成一个可选取区域和拖拽的范围图标。我将范围压缩锁定在森林部落带头大哥的脑袋上。俗话说，枪打出头鸟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。你吃我一记天降雷
雷霆，鼠标轻轻一点，像素世界的天空落下一道闪电，直击牛角盔小人，将他和周围2人一同炸成飞灰。其余森林部落小人头顶冒出感叹号，四散而逃。唯有神殿的7个信徒头顶冒出愤怒的表情。神罚！你们惹怒了神明，这就是亵渎者的下场。我看得很满意，被人奉为神明的感觉真好。我放松下来，感觉脖颈有点酸痛。这游戏操作不多，却有一股奇特魔性，不知不觉就玩到了12点半。虽然有些不舍，我还是关了电脑洗漱上床，毕竟明天还得上班。躺在床上，我迷迷糊糊地想着，如果我可以制造天灾，还能不断将真实世界的东西赐予游戏世界的人类，那么在像素小人眼里，我的确就和神明无异。第2天一下班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神明模拟器，点击继续游戏。熟悉的像素画面再次缓缓展开，我松了口气，存档没坏就好。但画面上的场景让我意外，神殿旁边现在有了5间茅屋，每间屋前都有一块风格农田，种的是大蒜。右上角人口从7变成了30，信仰值25。我算了一下，昨天消耗一发闪电，信仰本来只剩2点，现在变成25，总计增加了23点，人口也增加了23人，证明我的猜测没错。常规情况下，一个新增人口带来1点信仰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游戏哪怕没在电脑上打开，也会持续运行，屏幕浮现提示。您的追随者已经足够建立一个部落，请将其命名。我随手打了大蒜2个字，按照远古时期淳朴的取名方式，这群信徒的特产是我恩赐的大蒜，叫大蒜部落也合理。您的奇迹和恩赐让大蒜部落正式建立，摇神殿被更多远方的人知晓。我将注意力集中在新来的人口身上，那23个新加入的像素小人都穿着皮革马甲，和之前7个光脚赤膊的本地小人完全不同，是森林部落的人。一部分森林部落的像素小人加入了神殿阵营，在这里定居了。昨晚的闪电战术立竿见影，不管是恐惧还是崇拜，反正的确被吸引了过来。人口多了之后，有了简单分工，部落小人不再仅限于种大蒜和打理浆果，有2个开始进森林打猎，还有1个在河边尝试徒手捕鱼。总的来说，大蒜部落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，所有成员都在为食物努力。我点开神殿界面，恩赐草里大蒜还在 ，CD 期看来不短。早知道可以将真实世界的东西投入像素世界，我选小麦就好，那样初期食物短缺就能弥补，或者送一把弓箭过去，掌握弓箭技术后打猎容易很多。遇到森林部落也有反抗能力。这时我目光下移，忽然看到一个之前没有的东西，祭品槽里多了一个红色物品。我将鼠标放上去，那是一个红色生物，保持蜷缩姿态，像是某种刚出生不久的小动物。文字提示：大蒜部落婴儿献给神明的祭品。我脸皮抽了抽，献祭活人，的确符合原始人类供奉神明的习惯。屏幕浮现，请问您要接受信徒献上的大蒜部落婴儿吗？我果断点否。如果家里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婴儿，简直没处说理去，警察叔叔就要请我喝茶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万一大蒜部落一直送婴儿，光是想到奶粉和纸尿裤的开销，我人已经麻了。哥们儿，我是神明，不是你们部落的婴儿保健员。随着我否定祭品，整个部落每个人头顶都冒出感叹号。神明不满意，神明不要婴儿，我就说不要用婴儿，应该是成年人能替神明种地摘果子。不对，要用猎物，用最好的猎物，神明一定喜欢。野猪，我觉得是鱼，鱼才是最好的。去找新祭品。看到像素小人们的对话，我有点哭笑不得。不过如果他们送的是野味或河鲜，今晚就可以做个夜宵了。整个部落除了留下5个人，其他人全跑到附近的森林和高山区域去。他们左右张望，似乎在寻找合适的祭品。这时我注意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像素小人，他是最早7个信徒之一，赤膊赤脚站在神殿外，抬头仰望天空，脑袋上浮现一个问号。我将鼠标放在问号上，头顶弹出气泡框，里面是他内心的思考。神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祭品？他不需要婴儿，可能并不需要人手，他恩赐给部落神奇的大蒜，神明所在的世界肯定不缺乏食物。森林部落亵渎神殿，立即遭到天灾神罚。神明一定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伟大力量，我们的东西对神明毫无意义。那么，只有那些我们无法理解和使用的神奇东西，神明才可能会接受。紧接着，问号变成了亮起的灯泡，他仿佛明白了什么，小跑进入茂密的森林。我看得有点惊讶，这个小人的思考能力明显超出周围人一截，仿佛觉醒了智慧。没一会儿，他从森林里跑了出来，双手捧着一个物品进入神殿。祭品槽里多了一个小图标，看起来像是用树枝打磨制成的短柄手杖。文字提示：精力手杖每小时恢复1点精力和信仰，这是森林之神制作的宝物，能汲取自然界溢出的生命力，持有者触碰时能从中提取出旺盛精力。森林之神陨落后遗失。请问您要接受信徒献上的精力手杖吗？我点击了是，祭品槽里的手杖图标消失，一根小臂长的短杖出现在电脑桌的黑色键盘上。我手掌心有点冒汗，虽然隐隐料到恩赐可以通过神殿传递到像素世界，那么理论上祭品也可以从那个世界传递过来。可这一幕真正出现在眼前，我还是不自主地屏住了呼吸。小心翼翼拿起手杖不沉，和正常木头重量相仿，表面布满竖纹，手感却光滑细腻，仿佛蒙了一层透明油漆。手杖顶部有2根短叉，像断了一截的晾衣杆，只是枝杈上长有一些小小嫩芽，给人一种还保留生机的感觉。手持精力手杖，我只觉浑身精神一振，腰背酸痛都消失无踪，仿佛回到了14、15岁。通宵游戏后睡一觉又能生龙活虎，像素世界的魔法道具在现实世界果然也有作用。手杖上浮现一行字：精力最高保持12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持有这根手杖，理论上就不用睡觉。第2天不论上班还是上课，都绝不会打瞌睡。我一阵心潮澎湃，拿着手杖兴奋挥舞了一会儿，才冷静下来。不对，重点不是这个，而是祭品真的能从像素游戏世界里带出来。毫无疑问，像素世界里还有其他类似精力手杖的魔法道具，如果能通过神殿源源不断送出来，那这游戏就是一个无尽宝库。我只觉得神
神清气爽。有神殿的破次元壁能力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可以摆脱苦逼的打工人生，走上人生巅峰了。随后，我将注意力回到游戏中，像素小人们纷纷返回部落，头顶浮现笑脸。神明喜欢祭品，太好了！原来神明喜欢那种祭品，我一定也会找到更好的。我还是觉得野猪才是最好的，神明一定喜欢野猪，野猪比那个树枝厉害多了。我注意到，坚持野猪和喜欢鱼的2个小人都是森林部落加入，身上穿着皮革马甲，想来森林部落以采集和打猎居多，认为猎物是最好的礼物，倒也可以理解。我目光在小人之间寻找，试图找到那个献上精力手杖的小人，可这些小人长得一模一样，头顶没有名字，也没有个人特征，很难辨认。不过一番搜寻，我还是在神殿里找到了他，赤膊赤脚，头顶依旧有一个问号，屏幕出现一条新信息：有一位信徒萌发了智慧，请问需要转化他为先知吗？在很多古代文化中，先知是指受神启示而传达神意志的人。这位找到精力手杖的像素小人，毫无疑问符合条件。像素世界里，我也需要一个能理解我意思的人，哪怕只能理解很少一部分，也比让一群小人闷头乱猜的好。我可不想再有婴儿出现在祭品槽里。我立刻点了是。大蒜部落出现了第1个先知，在先知的带领和影响下，所有人的智力有了稍微提升。先知对着神像跪地祭拜，然后走出神殿。一出现，所有像素小人都将他围住，仿佛知道他获得了神明的恩泽。先知说道：神明需要的祭品是我们无法理解和掌握的神奇物品，大家以后留意，见到类似的东西都献给神明，那会得到神明的恩赐。先知说的对，听先知的，神奇物品去找神奇物品。那神奇的野猪，我知道有一只白色的神奇野猪，从来没有人捉住过它。我在水里见过神奇的鱼，它会吃掉一切的肉和骨头，非常神奇，神明一定会喜欢的。我无语地看向最后说话的2个像素小人，果然都穿着皮革马甲，哪怕没有任何标记和名字，我也一眼认得出，必是之前的那对兄弟。这2人对猪和鱼执着的就像夜里的萤火虫，不要太醒目。虽然先知告诉了其他人祭品的特征，但此后3个小时里都没有任何像素小人有类似发现。大多人回归了正常生活，种植大蒜和浆果，然后吃掉它们。不久后，部落诞生了2个新婴儿，像素小人们开始抽出人手照顾新生儿，而我唯一能操作引导的只有先知，也只能把他移动到指定地点。至于他能不能明白，能发现什么，只有看他自己的领悟。围观了一阵，已经下午6点半，我肚子饿了，下楼到小饭馆点了个青椒肉丝炒饭。狼吞虎咽吃完后匆匆回来，屏幕上大蒜部落有了新变化，一头不知从哪来的黑熊闯入了部落，破坏了2块农田和1间房屋，地上还有2个像素小人的尸体。大多小人都躲在神殿后面，浑身发抖。先知站在神殿边上，手里抱着部落的2个婴儿，黑熊体积是像素小人的2、3倍，对他们而言就是某种巨怪。他正撕咬着地上的尸体。好不容易等来2个新生儿，还指着人口生信仰，你一来就给我减员，想死是吧？吃我天降正义！正准备搓一发闪电时，我忽然注意到情况有异。部落有2个像素小人在和黑熊对峙，他们穿着皮革马甲，手拿木棍，一前一后绕着黑熊不断敲打他的脑袋和屁股，边移动边喊着：猪的力量，我像鱼一样灵巧。听这发言，必是那对兄弟。我有点犯难，如果现在用闪电，2个小人也可能被打成飞灰，就像之前那个牛角盔头领一样，得让他们拉开距离才行。部落这点人口经不起再损耗，于是我决定再看看。2个像素小人动作很灵活，一前一后配合，打一棍就逃跑，另一个人再进攻，让黑熊腹背受敌。木棍造不了多大伤害，却让黑熊感到了厌烦，头顶冒出怒火。他丢下地上的尸体，疯狂追向2个小人，而这回2人不再纠缠，一起逃向森林方向。我看明白了，他们是要将黑熊引出去，避免进一步伤害其他人。平时这2兄弟显得有点不靠谱，遇到大事还真敢杀。我立即点出闪电，提前预判黑熊跑向森林的方向，尽量让火力和2兄弟保持最远距离。一道银色闪电当头劈下，黑熊被落雷爆头，瞬间秒倒。2兄弟也惊倒在地，但过了几秒又爬了起来，还活着。我松了口气，看到黑熊被闪电击杀，所有像素小人都双臂高举欢呼，头顶浮现笑脸，只有先知头顶冒出问号。我点开问号，只见先知思考着：熊怎么会从深山里出来？这么大的熊，父亲从来没见到过，它到底来自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会突然袭击大蒜部落？随后，先知将手里的小孩交给旁边的小人，走到黑熊焦黑的尸体旁。先知脑袋上亮起感叹号，看到文字提示，我心里一怔，竟然变成了一个死去的像素小人。部落小人们顿时惊慌起来，是恶魔的信徒，信仰恶魔的人变成了熊，他想毁掉神殿，袭击我们，吃人的恶魔，好可怕！这里有恶魔，我要离开。其中3个像素小人当即四面逃散。右上角人口变成25，信仰值也跌了3点，算上闪电消耗的20点信仰和精力手上的补充，神殿总共只剩7点信仰。我挠了挠头，辛苦经营一整天，一下回到解放前，这神明也不好当呢。更让我在意的是新出现的恶魔元素，听起来恶魔与神明属于对立阵营。部落还没建立多久，恶魔信徒就来袭击了，也不知道是偶然还是被盯上，但未来免不了要和恶魔打交道。先知在恶魔信徒尸体里找到了一封信，目标是森林部落，趁森林部落猎人外出，尽可能杀死最多的人。先知头顶问号变成发光灯泡，我明白了，这头变化成黑熊的恶魔信徒找错了地方，把我们部落当成了森林部落，所以袭击了我们。他们的目标是森林部落，我们还是安全的。其他恐惧的小人们这才安静下来，开始修理被毁掉的房屋和农田。我点开神
神殿界面，恩赐草里的大蒜还没消失，意味着我依旧没法远程援助。祭品砸到是空的，部落小人也没送来新祭品。但让我意外的是，又有2个像素小人进入了神殿。伟大的神明，有2位信徒做出了远超同群的壮举，请问需要转化他们为英雄吗？我毫不犹豫点了是。2个像素小人身上亮起白光，头顶多了英雄的称号，自然就是那对兄弟。继先知之后，英雄角色也能被我引导操作。我选定某些地方，让2名英雄在那一片地带探索和巡逻。相比先知善于思考，英雄更擅长到处探索和实地勘察。反复点击这2兄弟，还会进入一个详细的人物界面。界面里有2名男性英雄的像素例会，喜欢猪的那个肌肉发达，喜欢鱼的看起来纤细灵活。他们都穿着同样的皮革马甲，没有其他装备。2人以前果真一个是猎人，一个是渔民，只不过面板数据多少有点磕碜。不过毕竟是从普通像素小人觉醒的英雄，也不能要求太多。我又点开先知的人物界面，先知的例会赤着上身仰望天空，身份农夫，除了知识属性13外，其他各项都是0。好在先知有一项特殊能力，智慧。智慧是使徒聆听神明意志的关键，越高等级的智慧越容易提升和领悟各项能力。我将鼠标放在6项属性上，画面显出每种属性的作用，攻击、防御、知识的和英雄无敌系列非常相似。看起来以后不论先知还是英雄都可以带领士兵作战。但现在大蒜部落人口稀少，生产也处于早期，原始手作农耕，没有发明农具，也没有掌握制作武器的技术，要诞生职业士兵还有一个过程。于是我将2兄弟选定在一起，让他们一同去森林探索。目前只能靠这2个光棍英雄了，希望他们能有些好运。几分钟后，2兄弟在森林里还真有了收获。他们发现了森林部落的定居点，并受到了款待。森林部落的一个小人头顶出现感叹号，他们想用皮革和肉交换部落的大蒜。我让2兄弟回到部落和先知碰头，并告知森林部落的诉求。先知陷入思考，我也有点纠结，到底该不该告诉森林部落黑熊的是，大蒜部落还很弱小，现在和森林部落进行交易，很可能惹来恶魔信徒的攻击。可这也是部落走向外界的机会，能交易到缺乏的皮革和肉，并和森林部落建立良好关系。想了想，我还是选中先知，直接把他移动到了森林里去。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，部落要想不挨打，就得抓住一切机会迅速发展，否则森林部落被干掉后，恶魔信徒掉头就得对付大蒜部落，不能错失良机。先知头顶冒出感叹号，不知不觉竟然来到了森林，看来这是神明的旨意。神明认为应该要和森林部落联合，就这么干。随后先知进入树林，一个穿着皮革马甲的小人走出迎接。森林里被开辟出一条小路，通往深处的另一个聚居地。电脑屏幕上我能观察的边界进一步朝外拓展。我在上帝视角看得很清楚，森林部落人数有上百人，住在各种树屋上。与大蒜部落什么都做的情况不同，森林部落有2个明确的职业：农夫专门种植浆果和蘑菇，和其他人交换食物；猎人用陷阱和木矛捕猎鸟和野兔，将猎物和农夫交易，并用猎物皮毛制作皮革。平时农夫留在部落打理浆果丛和蘑菇地，猎人则深入森林或群山寻找猎物。森林部落的领袖叫做萨满，戴着一张木质面具。萨满和先知一直在对话，不过这些对话没有显示在屏幕上。2个小人就像开了私聊频道，连我也无从得知内容。好在10分钟后，游戏界面接连浮现几条信息：先知告诉森林部落恶魔信徒的袭击，森林部落的态度变成友好；先知传授森林部落大蒜的种植使用方法，森林部落的态度变成亲密；恩赐彻底完成，大蒜融入世界，森林部落与大蒜部落结盟成功。您的信仰将会在森林部落里传播。看到这一连串好消息，我略感欣慰。先知一番操作，连续立功，有了森林部落上百人口，我至少有机会获得一些信徒，这些都是目前需要的信仰来源。结盟则让大蒜部落有了可靠的贸易伙伴。最重要的是，恩赐已经完成，我赶紧点开神殿界面，果然恩赐槽已经清空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又可以将一个东西传输过去。我兴奋了几秒钟，陷入沉思。到底什么东西是目前大蒜部落最需要的？文字、器具、粮食。手中把玩着精力手账，脑子里冒出各种想法，每一种似乎都派得上用场。就在我犯选择困难的时候，屏幕上又浮现一行字：森林部落为了感谢您恩赐的大蒜，献上了一件祭品。我心里一喜，第2件祭品到了，赶紧点开神殿。祭品槽里出现一个绿色植物，外形像个仙人球。仙人球随从，信仰每小时恢复1点，忠实的神明仆从，听从神明的命令，负责神殿里的打扫和供奉工作，是一群可靠勤劳的精灵。平时为仙人球形态，在神明面前会变成仆从。活的，我赶紧将祭品取出，转瞬之间，键盘上多了一个圆取出，转瞬之间，键盘上多了一个圆滚滚的仙人球，拳头大小，和市面上的仙人球没有任何区别。饱满的绿色球体遍布尖刺。忽然，仙人球缓缓摇晃，长出纤细的绿色手臂和双腿。它弯曲膝盖，圆滚滚的躯体贴在桌面上，很庄重地对我跪拜。你会打扫卫生吗？仙人球随从依旧跪在地上，点点头。那就把这里的地面打扫干净。仙人球得到命令，从桌子上一跃而下，优雅地稳稳落地，然后迈开腿在地上跑起来。所到之处，灰尘、头发碎屑都被卷走，吸附在体表，聚集压缩成球状，就像一个小型生物吸尘器。很快，地板被打扫得一尘不染，连缝隙里的碎渣和陈年污垢都被卷了出来。带着裂纹的老式地砖泛着明净的光亮，像是打蜡保养过一样。我翘起2郎腿，打开一瓶可乐，看着仙人球干活，心里莫名惬意。原来这就是神明的快乐。不过工作上就没那么顺利。我昨天还能提前6
优号，今天公司却集体加班，老板不知在外面受了什么气，回来开了个临时会议，怒批每一个人，要求所有人写最近的工作总结，今天下班前必须交。整个公司被一股压抑的低气压笼罩着，他不走，谁也不敢挪屁股。这时，同事芳姐塞给我一块威化饼，谢谢芳姐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芳姐是公司里做正事的3个人之一，30岁左右单身，虽然不算漂亮，但说话温柔和气，不难相处。因为觉得我脾气和她表弟很像，所以对我挺照顾。不过我脑子里全在想模拟器的事，好不容易熬到老板离开，送你一程，反正顺路。不用，那你自己注意安全。芳姐话锋一转，最近不是出了一桩事吗？有个变态喜欢把人打晕，然后用绳子挂起来。我听说过这事，受害的2个人，一个女大学生，一个男快递员，听说都在接受心理治疗。你是不是住9元社区？我点头，不过现在只想立即回家看模拟器进展，也没再多聊，一路飞奔回到小屋。大蒜部落，你们的神明回来了！打开门，迎面的电脑桌上，仙人球随从立即对我跪地行礼。我发现单间小屋已经焕然一新，被单被套、枕套、窗帘全部变得明亮了一个颜色，表面的灰尘和污渍都被吸了出去，衣柜和床头柜擦得干净锃亮。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草木气味。仙人球唯一没动的地方就是电脑和电脑桌，这2样东西在他眼里似乎是某种神圣不可冒犯的领域，只有神明才能触碰。24寸液晶显示器泛着白光。自从知道神明模拟器会自动运行，我索性不再关机，让模拟器一直保持开启。来到电脑前，大蒜部落又有了变化，部落人口来到38人，新增的13人里，既有穿皮革马甲的森林部落小人，也有赤膊光脚的游荡土著，甚至还有一个头发茂密、身披树叶的野人。信仰值则变成44点，能再来2发闪电了。仙人球随从和精力手账加起来每小时提供2点信仰，这是固定收益，新增人口则是浮动收益。接下来是今天的重点，我打开背包，取出一个透明塑料袋，里面装着浅褐色的种子，小麦种子。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，先让大蒜部落吃饱饭，他们才有余力发展文字、陶器甚至武器。拥有充足粮食后，自然会产生更高的需求和思考动力。屏幕出现提示，请问您要将小麦赐予您的信徒吗？是。片刻后，神殿外部落小人们头顶纷纷冒出感叹号，高举双臂欢呼：神明恩赐，奇迹万岁！伟大的神，感谢您的恩赐。小麦，神奇的小麦，可口的粮食，吃个痛快。神明赐予我们小麦，我们需要好好利用起来，让神明的信仰更好地传向世界，就像大蒜一样。到底是部落里唯一的文化人，先知很有大局观，信仰值从44跳到了84。火鸡的大蒜增加了15点，小麦带来了40点。看来恩赐也有效果强弱之分。目前来看，食物对大蒜部落的影响更大。大蒜部落的影响更大。过了一会儿，先知走入神殿，跪地祈祷，头顶浮现问号。我点开他的疑惑：伟大的神明，森林部落知道一位濒死的旧神使徒，希望将其献祭给您。不过，他们需要我们传授小麦，但小麦实在太过珍贵，我卑微的智慧实在无法衡量，只能虔诚的请求无所不能的瑶神，您能赐予一个启示吗？屏幕显示选择，请问需要和森林部落共享小麦交易使徒吗？神明模拟器里并没有对这个像素世界做详细描述，也没有给出全部地图和各种数据。作为神明，得一步步探索。上次黑熊袭击部落，我起初还以为是野兽袭击，后来还是先知检查尸体才辨认出了恶魔信徒。某种程度上，我并不比这些像素小人知道的更多，我只不过拥有他们无法理解的玩家身份，像是一个降临像素世界的外来神明。随即我想到，既然有我这样的外来神明，那很可能也有像素世界的本地神明。我看了看手里的精力手杖和花盆里休眠的仙人球随从，2件宝物都原本属于森林之神，而神殿显示森林之神已经陨落，所以他的石油物才流落了出来。森林之神这样的神明是否就是旧神呢？可惜神明是否就是旧神呢？可惜没有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。稍微想了想，我做出决定，交换小麦虽然宝贵，但结盟后的大蒜部落很难垄断这种粮食，与其可能被白嫖，不如现在做个敞亮交易。点了事后，先知头上亮起灯泡。神明，您的仆人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他立即和萨满开启私聊，双方迅速达成一致。森林部落的小人们脑袋上都冒出笑脸。瑶神恩赐给部落粮食，伟大的瑶神。接着，森林部落的小人从森林里扛出一个石棺，一路抬到大蒜部落神殿外，再由大蒜部落的人送入神殿。神殿界面多了一个灰色石棺图标，名为使徒。我点击使徒，画面浮现出一张立绘，灰色棺椁里躺着一个双眼被黑布蒙住的女子，她脸颊上有一条条细小裂纹，身体像是被泥灰封在里面。灰色的岩石躯壳与石棺几乎融为一体，若不是勉强能看出柔软的少女面庞，与一尊石雕没有区别。使徒濒死中所属森林之神，试图贯彻神明的意志与命令，聆听神明的声音，是神明降临世界的载体。按照描述，使徒似乎是神明玩家能直接控制的单位，可要唤醒它并不容易。我点击使徒，得到一条提示：将其复苏。使徒得到一条提示：将其复苏，转换为您神殿的使徒，需要消耗大量信仰之力。请问您需要消耗500点信仰值转换使徒吗？一个闪电20信仰，使徒相当于25次闪电。这种量级的信仰开销，我目前根本无力支撑，只能将使徒的
的是暂时放下，继续搞发展。我琢磨着，这个濒死使徒是森林之神的手下，精力手杖是先知从森林里挖出来的，仙人球随从也源于森林之神。神殿地下还挖出了濒死使徒，看来这片森林和森林之神有着某种关系。可惜无法与像素小人对话，也没有提问选项。随后，我将注意力再次放到部落建设中。我把两兄弟一个调到河边，一个移动到森林里。之前一个是渔民，一个是猎人，这算是各展所长。很快，两位英雄给出了反馈：河里鱼多的地方都在深水区，需要船只。部落需要建造船只才能捕鱼。森林里发现了药材，上面有动物咀嚼痕迹和血迹，不过无法辨认，需要药师才能识别。资源是有，就是缺乏专业人才。我知道急不来，便放松心情旁观。在冰箱里找到2个冻得硬邦邦的玉米，煮熟当做晚饭。一边啃着热乎乎的软糯玉米，一边看部落小人忙来忙去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看地上的蚂蚁那般简单快乐。不久之后，像素地上的蚂蚁那般简单快乐。不久之后，像素世界开始降雪，冬天降临了。除去2位英雄，大蒜部落外出的像素小人纷纷回来，都躲在屋子里取暖。部长的白天里，他们到处捡树枝当柴火，清理神殿和农田周围的积雪。好在小麦很早就种下，麦田丰收给部落提供了充足粮食。面对寒冬，像素小人们一点也不怕，头顶都是高兴的表情符号。有小麦，有足够的粮食，这个冬天不会有人饿死了。幸好有神明恩赐的小麦和大蒜。就在这时，森林部落忽然来访，与过去做交易不同，这回是由萨满亲自带队，先知迎接了他们，在雪堆间点燃篝火，和来访的盟友一起取暖。萨满头顶露出焦急的表情。大蒜部落的朋友们，我们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，恳请你们帮助。森林部落的20个猎人，也是部落最好的猎人，他们进入森林深处做最后一次打猎，为过冬做准备。但山上滑落的大雪将他们埋在森林北部，我们找不到他们，只有神明的伟力可以拯救我们。请求瑶神殿无所不能的瑶神怜悯这些猎人，如果能帮助他们生还，我们会在部落里建造神殿，供奉瑶神，献上祭品和我们部落的忠诚。先知头顶冒出感叹号。既然你们想祈求神明保佑，那就去神殿祭拜瑶神吧。只有最虔诚的请求，才能得到神明的怜悯和恩赐。萨满带上族人在神殿周围祭拜起来。我暗暗琢磨，按照萨满所说，如果能找到那些人，就能在森林部落也建一座神殿，相当于可以同时恩赐2个部落，获得2份祭品。但要怎么救下那些深陷大雪的猎人呢？我想到了奇迹里的烈日，需要25点信仰，展开后应该能将大雪融化。选中烈日，在游戏界面可触及的森林最北方区域，尽可能拉大范围，然后点击森林北部上空，出现一片灿烂金光。厚厚的白色积雪很快消散一空，露出许多倒在地上发抖的小人。跪拜的萨满头顶冒出感叹号。伟大的神明，森林部落由衷感激您的仁慈，我们对您的伟力深信不疑，立即建造神殿供奉您。立即建造神殿供奉您。萨满派出一部分小人，迅速朝积雪融化的森林北方前进，很快找回了失踪的猎人。如萨满承诺的那样，森林部落也建造起一座神殿。但让我有些失望的是，神殿界面并无变化，恩赐和祭品加倍计划没有成真，不过也有收获。您的奇迹让森林部落的态度变成崇拜，因为供奉同样的神明，森林部落正在与大蒜部落融合。我精神一振，如果能将森林部落100多号人合并，那绝对是巨大提升。几百多信仰值，人口提升，还会拓展神殿辐射的边界，有更多人力能触发更多随机事件。眼下的信仰消耗换来的是长线持续收益。我观察发现，森林部落没有什么神明信仰，没有神殿，也没有图腾标志。萨满也不像先知那样表现出对神明的依赖，他更像一个经验丰富的长者，靠祖辈积累的经验引导整个部落。这对我倒是好事。如果森林部落也信奉某个神明，很可能会发生信仰冲突，部落间说不定还会爆发战争。如今2个部落之间已经多了一条更宽阔的道路，两旁陆续建造了房屋，有大蒜部落的茅屋，也有森林部落的树屋。2个部落变得越来越亲近。我等待着2个部落的彻底融合。忽然一阵响铃声传来，声音来自外面。我住的是一个老小区，白天巷子就没什么人，夜里更加安静。我走到窗户边往外看去，路灯下有什么在左右摇晃，像是路灯柱子上挂了什么东西。仔细一看，是有个人被绳子挂在了水泥路灯杆上，手机铃在巷子里格外清晰。我立即拨打了110。喂，警察吗？外面巷子里有一个人被绳子挂了起来。我这里是9元社区的机车厂宿舍，你们快过来一下。警方详细询问了地址和情况，告诉我不要轻举妄动。他们立马过来，放下手机。我稍微松了口气，这种事还是由专业的警方来处理。此时，原本休眠的仙人球随从忽然跳到了窗台上，他面朝巷子里那个人的方向，尖刺绷紧，仿佛非常戒备。怎么，你发现了什么？仙人球随从点点头。可惜你不会说话。伟大的瑶神，您说会说话，服从便会说话。仙人球跪在地上，传出一个口音怪异的声音。我吃了一惊。你会说话？您允许说话，您卑微的仆从才能说话。那个被吊起来的人发现了什么？神明大人，那是一种恶魔仪式，恶魔会通过残忍极端的仪式获取信仰，利用恐惧和无知蛊惑操控信徒。恶魔和神明的区别是什么？神明大人，恶魔便是另一端的邪神。听到这，我懂了，恶魔换一个名字，也就是另一个神明玩家。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其他人也在使用神明模拟器获取祭品。我立刻想起了芳姐说过的话，9元社区有变态出没。我暗暗告诫自己，必须更加谨慎，不能让人发现电脑上的模拟器。恶魔玩家一旦知道，
知道必定会抢夺我的魔法道具，甚至对我发起攻击，那可就不再是游戏里的事。我找了一个小花盆，对仙人球随从说：“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平时不能动，不能说话，你就是一株仙人球，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头，明白吗？”是，神明大人。仙人球随从躬身停车巷里，手机铃声还在不断重复着，仿佛在呼救。我再次看向路灯柱下那个被吊起的人，他似乎累了，不再摇晃挣扎，身体特征变得清晰许多。灯光照射下，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色胸衣，皮肤上似乎有很多血迹。我想起家里还有个望远镜，在望远镜的帮助下，视线进一步清晰起来。灯柱下的人我居然认识，是一个理发师，在小区对面一家叫标杆精简的理发店工作，工作名叫安琪，真名不详。由于那家店价格亲民，其剪吹一套15块，我经常在那剪头发，对安琪有些印象。她染了一头淡金色发，年纪大概20岁出头，说话细声细气，不会喋喋不休的尬聊，并不惹人讨厌。安琪被警察救下来后，整个人吓坏了，一言不发，裹着警察给她的一件外套，人有点呆滞。她身上被血涂抹了许多古怪符号，那些符号像是某种变形的阿拉伯数字，彼此相连，又像是某种锁链将她身体层层缠裹起来。警方封锁了现场，也登又像是某种锁链将她身体层层缠裹起来。警方封锁了现场，也登门找我做了笔录。我如实说了目睹的情况，只是隐瞒了模拟器和恶魔仪式的部分。笔录结束后已经是半夜2点，我手握精力手杖倒是一点不困。我看向桌上花盆里的仙人球，你之前来过我们的世界？您卑微的仆从，这是第一次来到您的神界。我是森林之神大人赋予生命的，不过森林之神大人所在的神界和您所在的似乎并不一样，那里到处都是水，我太渺小了，完全无法理解神界是何等存在。森林之神是什么模样的？不可直视，却和伟大的神明您一样，无法形容您这样伟大存在的容貌，我只能模糊看见神明们展露出的一些影子。我从仙人球嘴里撬出了一些情报，他没有名字，是森林之神造出来的众多仙人球随从之一，一生都在神殿里打杂。森林之神将仙人球随从恩赐送入像素世界后，就再也没有召回他们。他只知道神殿逐渐破败，那意味着森林之神陨落。最后，仙人球随着神殿坍塌埋入地下，很多年后被森林部落的人挖蘑菇时翻了出来。不过，只有神明才能驱使仙人球，像素生命根本无法让仙人球恢复真实形态。既然你是森林之神留下的遗物，那你就叫让仙人球恢复真实形态。既然你是森林之神留下的遗物，那你就叫小燕。第二天，公司临近下班时间，听说了没？昨天那个变态又出现了，还是在你们9元社区。我就说有危险，对吧？还好你当时没走夜路，不然遇到变态简直不敢想。我为表感谢，给他点了一个小蛋糕和一杯咖啡的外卖。下班后，我骑上共享电动车一路飞驰。比起公交，电动车不堵车还能抄近道，理论上是最快的交通工具。回到家里，我迫不及待坐在电脑前，屏幕上像素世界的冬天已经过去，积雪消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嫩芽和绿草。大蒜部落的小人们进一步开垦土地，森林部落的小人到处打猎，大家都回到了熟悉的生活里。看着地面上排列整齐、规模不断扩大的麦田，连我这个神明都觉得心情愉悦。先知和萨满正站在神殿外，似乎又在私聊。两个小人不时冒出笑脸，显得轻松惬意。森林部落祖上曾是旧神森林之神的信徒，不过那也是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，据说是上一个纪元的事。老人们说，森林之神还没消失之前，这片森林覆盖了大半个世界。那时候，所有野兽都是森林部落的朋友，凶狠的恶魔都被驯服成仆从，每一个人都有悠长寿命，与树木共生。凶狠的恶魔都被驯服成仆从，每一个人都有悠长寿命，与树木共生，拥有神赐予的力量。不过，那距离如今太远了，远到我们都无法确定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。从上一位萨满时期开始，森林部落的食物就长期缺乏，冬天越来越冷，动物越来越少，恶魔信徒的影子开始在森林里徘徊，这片森林正在枯萎。我的朋友，现在我需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，我们想搬出森林，供奉神殿，瑶神能够接纳森林部落吗？先知头顶冒出感叹号，继而亮起灯泡。只要是虔诚的信徒，都会得到瑶神的庇护。大蒜部落欢迎你们。画面上浮现提示：大蒜部落和森林部落融合，信仰得到了些许提升，恩赐彻底完成，小麦融入世界。我赶紧看向右上角，信仰值从79一下跳到了237，人口也由38变成了196。我忍不住隔空挥拳，成了。早期的投入和耐心等待，这时候都得到了回报。两个部落正式融合后，森林部落的人陆续搬迁出来，学着大蒜部落的模样建造茅屋，开辟耕地，种植小麦和大蒜。另一方面，森林部落的猎人群体依旧保留，定期进入森林狩猎，带回缺乏的肉和皮革。渐渐的，大蒜部落的人也都穿上了皮革马甲，光从外观已经分辨不出两个部落的小人。新大蒜部落一片欣欣向荣，那对兄弟却遇到了麻烦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们结伴踏入了森林西部最远的区域，那里已经和连绵群山接壤。这时候，他们发出警告，一路跑向部落。森林里有敌人，敌人来袭！警报！2名英雄的发现让整个部落行动起来。在先知和萨满带领
领下，猎人们纷纷拿起木矛严阵以待。很快，西面森林里的敌人露出真容，一群身披兽皮的野人，手拿石斧。野人只有10几个，但十分凶悍，和30几个猎人打成一团，交出粮食，否则干掉你们；不给食物，一端都得死。猎人们面对这些野人非常吃力，好在2位英雄表现出了自己的价值。他们手持木棍，专门在野人背后搞偷袭敲闷棍，加上本身灵活，野人很难伤到他们。这种战斗方式简单有效，让野人们连连吃瘪。很快，野人被击退，离开时还骂骂咧咧，还敢反抗，你们死定了！我们还会回来的，起好脖子等死吧！我看得有点遗憾，居然没把这群强盗直接干掉，只是打跑就回来了。这时萨满说话了：是蛮人部落，他们住在山上，没有智慧，像野兽；山上没有智慧，像野兽一样凶猛。蛮人部落很强大，每个人都是强壮的战士，他们一直掠夺周围部落的食物。森林部落很大一部分食物就是被他们抢走的。他们是恶魔的信徒，得到恶魔的力量，可以变成野兽，我们无法对抗他们。我恍然，原来上次的黑熊就是蛮人部落的战士，没有智慧，野兽一样凶猛。难怪上次那位连大蒜部落和森林部落都认不出来，攻击错了对象。我看向桌旁盆栽，小燕，神明，您忠实的仆从，听从您的差遣。仙人球立即从土里跳出来，站得笔挺。恶魔信徒都可以变成野兽吗？神明大人，变成野兽应该是恶魔能力的一种，只有信徒中极少数被称为英雄的群体才能觉醒恶魔之力，使用这种能力。原来如此，上次闪电劈死黑熊还保留了全尸，正是因为他本就是恶魔信徒中的英雄，强于普通像素小人。我又看向那对兄弟，同是英雄，你们为啥什么特殊能力也没有？点开面板，我忽然发现自己断言草率了。喜欢鱼的那位英雄 level 2，渔民，攻击2，防御1，幸运2，觉醒能力，寻水术 level 1，在各种环境下都能找到水源。喜欢猪的那位英雄 level 2，猎下都能找到水源。喜欢猪的那位英雄 level 2，猎人，攻击3，防御2，觉醒能力，寻踪术 level 1，能辨认各种人和动物留下的痕迹，竟然偷偷升了级。这2项能力虽不是战斗技能，但功能性不错。有寻踪术，难怪能发现蛮人部落出没。错怪你们了，我转而将目光投向森林西部的群山，那里是蛮人部落的聚居地。得罪了神明还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我立即制定了反击计划，先派2位英雄进入西部群山继续摸底，有寻踪术和寻水术，他们当斥候最合适。接着我点开神殿界面，刺槽已经空了出来。我从背包里翻出一副红黄相间的儿童玩具弓箭，纯塑料制品，箭头是软橡胶制成。下班后在玩具店买。弓箭对早期部落文明可是利器，能让人从肉搏这种高危作战方式中解脱出来，用射程拉扯消耗敌人。虽然是儿童玩具，但机制结构一样。我将玩具弓箭放在鼠标上，刺槽里多了一个红黄相间的弓箭图标。弓箭，神明的恩赐，一种威力大、射程远的远射兵器，是军队和猎人最重要的武器之一。请问您要将弓箭赐予您的信徒吗？我点是，大蒜部落所有小人头顶冒出感叹号。妖神降下了新的恩赐，弓箭，神奇的弓箭，了不起的武器。降下了新的恩赐，弓箭，神奇的弓箭，了不起的武器。我们不再害怕敌人了。猎人们的反应最强烈，头顶不仅有笑脸，还手舞足蹈。他们迅速制作了属于自己的弓箭，然后兴冲冲奔向森林。先知头顶冒出问号。弓箭远程利器，神明是要将我们武装起来，不再受威胁和攻击。神明的旨意是要让我们与恶魔信徒对抗，击败这些邪恶野蛮的家伙，一定是这样。萨满的脑回路则不同，弓箭就像青蛙吐出的舌头，持有弓箭的人可以在安全距离外狩猎。只要装配了弓箭，不仅能猎兔子和猴子，还能射下飞鸟。面对毒蛇、熊和狼也不用再害怕受伤。我们需要更多弓箭，每个人都可以是战士。屏幕弹出提示：您的恩赐让信徒学会了制作和使用弓箭，信仰得到了提升，信仰一次性涨了30点，变成267。掌握弓箭后，大蒜部落肉眼可见武德充沛起来。外出的像素小人人均背着弓箭，猎人们开始带回熊和鹿这样的大型猎物，更多皮革蒙在了茅屋上，更多肉干挂在了木架上。这时候，2位英雄那边有了音讯，发现新的部落延迟部落，他们听说我们掌握了粮食，想要交易，没找到蛮人部落，倒有了意外发现，将2兄弟
件，相当于能力加速的前置条件，相当于能力加速器。弥留祈祷意味着苏叶是一名召唤系亡灵法师。森林之剑。可以吗？是。搞定！这一身宽大休闲装配上苏叶的绿头发、黑墨镜、棒球帽，倒是颇有街头范儿。虽然游戏里的部落发展很重要，但现实世界里，我的安全才是第一位。苏叶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我的人身安全。对模拟器有了大概了解之后，我很清楚，神明间的战争十分残酷，旧神就是陨落的神明。一旦恶魔玩家找到我，对方肯定会将我软禁控制，变成压榨信仰的工具人。频繁将普通人挂起来做仪式，说明有的玩家已经不在乎法律准则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仙人求小燕打扫卫生还成，但完全没有战斗力。苏叶守卫在侧，我会安全很多。第二天是周日，你真的要和我一起出去？大人，您周围有恶魔窥视，我必须寸步不离，以确保您的安全。外出采购食物是必要的，同时要减少与可疑者的接触，避免被恶魔利用食物下毒或举行仪式。他说的有道理，不过苏叶跟着出门会带来一些别的麻烦。现在我给你编一个简单的人设，你的名字还叫苏叶，来自一个小国家，我们家长辈互相认识，所以从小就见过。你也从小会说中文。你今年18岁，来这座城市度假散心，在外你要叫我林瑶，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就沉默。是。准备完毕，我带着苏叶出了门，先给他买双鞋。苏叶的脚不大，穿不了我的鞋。到商场给他试了一双帆布鞋，又想给他买套平价衣服。苏叶一直说不用。大，林瑶，我可以用布自己裁剪衣服，过去都是这样的。鞋子只要有皮革和布就能做，或者用一整块布将身体遮起来就行。晚上还可以当被子，很方便。这些话配上他认真率直的脸，让我有点不忍。常年在外出差，使徒也不容易。走到蔬菜生鲜区域，我买了不少肉和土豆这样可以存放的食物，还拿了米和面条，估摸着够吃半个月。林瑶，有人忽然叫住了我。坏，熟人是芳姐，她和一个男伴推着购物车，里面装了些火锅菜品。我只能硬着头皮打招呼：“你们也来买菜呀？”这位是我男朋友，准确来说是未婚夫韩志刚。这是林瑶，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们单位的小帅哥，人很好。韩志刚身材高大，皮肤略黑，方脸阔鼻，很有男性气概。他和我微笑
招呼。你好，也给我介绍介绍你身边那位呗。苏叶，我的一个朋友。哇，是个洋娃娃似的姑娘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家里长辈互相认识，从小就见过。我面上保持镇定，苏叶则沉默着。芳姐目光瞄了一下，也点到即止。那就不打扰你们了。韩志刚忽然说：“你是住在九原社区的机车厂宿舍对吗？我是刑警大队的。那天巷子里出事，我去过现场，不过我在勘察现场。找你做笔录的是其他同事。原来是警察。”我点点头。怎么回事？和林瑶有关？芳姐有些意外。他是目击者之一，当时报了警。韩警官，那个变态抓到了吗？不方便透露。还没抓住那人也太恐怖了，受害者一辈子都有心理阴影。韩志刚有些尴尬，碍于纪律，只能说我们一定会将其绳之以法。和芳姐两人分开后，我和苏叶提着大包小包打了个车回到小区，收拾分拣的工作交给小燕。我迫不及待坐在电脑前操控模拟器，苏叶坐在我身边，看着我点击鼠标，不由轻声感叹：原来低界围在高界围看来是这个样子的。很好理解，在很高的高空俯瞰，每个人都像蚂蚁一样渺小，视角问题而已。苏叶若有所思，他坐的身体笔直，表面上像是看我玩游戏，实际上十分警惕，注意着小屋里任何风吹草动。对了，苏叶，既然可以把你召唤过来，是不是也能通过神殿把其他部落成员送到这边？大人，请不要那么做，那是极度危险的。低界围生命进入高界围，会因为缺乏在高界围存在的基础与形态，被规则之力扭曲，得有神明的信仰之火庇护，这些生命会发生不可逆变化，最终沦为奇形怪物。唯有使徒因为体内有神明赐予的信仰之火火种，可以短暂停留高界围，但时间一长也会受影响。界围限制，看来现实世界就是高界围，像素世界是低界围。我指了指后面正在忙碌的仙人球。那小燕呢？她完全不受影响。仙人球随从情况特殊，它本就是高界围诞生后被神明投入低界围的，加上它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生命形式，能适应许多环境。那你能在这里停留多久？期限大概15日，请您务必让我返回低界围，否则我可能被规则之力扭曲，变得很奇怪，甚至沦为怪物。回去后再召唤过来也没影响吧？没有影响，不过最好让我在低界围维持至少3天，让基础和形态重新同步。我懂了，这有点像充电，又有点像打疫苗。苏叶在这边待太久就可能变异，但只要定期回去就能维持稳定形态。结束了准备工作，我终于回到模拟器中，右上角显示人口254，信仰21。大蒜部落内部人口繁衍比我想的慢很多，倒不是小人们没有造人热情，婴儿也生了不少，但大多夭折了，能活下来长大的不多。早期婴儿成活率不到1/10，现在大约3%，婴儿死亡率高。除了基础设施问题，还有一个重点，缺少医生。大蒜部落唯一的医生是萨满，一个人覆盖全部落的医疗需求。萨满 Level 2猎球，萨满 Level 2猎人出身，能力治疗术 Level 2，有新生命降生，也有旧生命消亡。受伤不治，衰老死亡是部落减员的主要方式。死去的像素小人被埋在森林里，回归大地和自然。这曾是森林部落的习俗，被新大蒜部落延续下来。冬天结束后，很快迎来一个特别炎热的夏天，整个画面充斥着淡淡黄光，草地大片干涸枯黄，东边河流水位下降，部落所有小人头顶冒着烟，陷入极度炎热的困境。他们平时都躲在屋里，只有早晚才出门种地打猎。暴晒和干旱不断持续，小人们再次围绕神殿祈祷：尧神大人，请赐予我们雨水吧！再这样热下去，小麦和大蒜都会干死，所有人都会死。我也不吝啬，直接花10点信仰展开奇迹降雨。久违的雨水降临在干涸的土地上，小人们高声欢呼赞美神明，但先知与萨满却在交谈。神明降下了雨，缓解了炎热，但不能无休止的请求神明。炎热的天气可能还会出现，必须趁着降雨想一个长久可靠的办法。两位智者想来想去没有头绪，于是我将他们牵引到了河边。萨满在河边来回移动，忽然脑袋上亮起灯泡。我明白了，可以在地上挖一条沟，将河水引过来，一旦下雨，也能将雨水存起来。两人立即号召全部，也能将雨水存起来。两人立即号召全部落集体开挖河沟，像素小人们起早贪黑，一点点将河水引到农田边，挖出一个小水塘，又从另一边回到河流中，让沟里变成活水。屏幕不断弹出提示：大蒜部落学会了沟渠，认识到灌溉和排水。大蒜部落学会了灌溉，农田产量得到提升。大蒜部落因为掌握新技术，在其他部落获得了声望。旱灾还在继续，但完工初级沟渠后，基本饮水和灌溉得到了保证。像素小人们情绪稳定下来。就在这场漫长旱灾中，蛮人部落第3次卷土重来，32名蛮人参与袭击，除去老弱病残，堪称举全族之力的一次抢劫，交出水和粮食。可恶的异端，饥饿口渴，他们气势汹汹喊出的口号却让我笑了。都吃不饱饭了还骂异端呢？要饭都不会要，你得先跪着才有门子。如今的大蒜部落根本不怕这种数量级的袭击，猎人们手持弓箭轻松将蛮人射倒。此役蛮人死了12个，剩下20个全部被俘，他们已经被旱灾折磨得自暴自弃了。萨满稍微一劝，蛮人立刻投降，愿意加入大蒜部落，口中大喊绝不背叛。我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投奔大蒜部落，只是头脑简单
然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人接纳。又或者蛮人有战士的偶像包袱，打过再投降似乎比较令人信服。蛮人说起部落状况，打过再投降似乎比较令人信服。蛮人说起部落状况，太热了，部落死了不少人，没有粮食也没有水，恶魔大人还需要祭品，英雄被恶魔作为祭品吃掉了。我们到处去抢，抢不过就来这里了。这也证实了我的猜测，恶魔噬兽不是经营流玩家，蛮人部落对他而言只是工具人，只会强行要蛮人找猎物献祭，连蛮人英雄也不放过。蛮人部落算是名存实亡了。我正准备等熬过旱季去彻底清除残余时，他们自己先扛不住了。在大自然伟力的无差别覆盖下，人类群体比的就是谁更能适应环境。好歹解决了一个心头之患。我伸了个懒腰，身旁的苏叶忽然看向窗外，声音严肃：“大人，恶魔的气息。”恶魔。我走到窗边，巷子和街道空无一人，已经入夜，加上社区有变态出没的事迹，街上只有一条白色野狗在晃荡。在哪儿？苏叶指向街上一个拐角处，那里躺着一个中年男人，似乎喝醉了酒，靠着马路牙子，身边吐了一滩秽物。野狗走到男人身边嗅了嗅，然后做出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举动，他一口咬住男人衣服，将他一点点往停车巷里拖去。大人，请命令我去狩猎恶魔。你去对付恶魔，我怎么和你联系？用我的眼睛。苏叶伸手探入左眼眶，这是一枚有绿色瞳孔的白色眼球，有着宝石般的冰冷质感和晶莹光泽，像某种古老的艺术品。大人，我用信仰。有着宝石般的冰冷质感和晶莹光泽，像某种古老的艺术品。大人，我用信仰之力看见的东西，都会通过这只眼睛展现在你面前。您也可以通过眼睛给予我新的命令。我小心翼翼握着眼球，叮嘱说：“注意安全，不要被其他人发现你的身份。”是大人。苏叶身体被一团黑雾包裹，他从窗台一跃而下，融入夜色。我看着手中冰冷光滑的眼球，凝视绿色瞳孔时，眼前浮现出与室内截然不同的另一视角。街道两边路灯在飞快后退，苏叶正以高速追向目标。他转弯进入停车巷，停步观察。昏黄灯光下，那条野狗身体迅速鼓胀，前肢直立起来，皮毛从中部裂开，一头散乱油腻的头发，布满浓密胡须的嘴哈着白气，双目充满鲜血，就像一头被改造的人形野兽。我猛地想到，这不就是高清版本的蛮人英雄？兽皮人将醉酒者衣服撕开，让皮肤裸露在空气中，然后在他身上呕出一滩血，用爪子一样的手指沾血，写着古怪符号。苏叶化作一道黑影飞速靠近，他手里不知从哪抓起一根生锈钢管，哐的一声，迎头一管，正中兽皮人侧脑门，撞在一辆废弃奥拓车的挡风玻璃上，溅落一地碎渣。但这种程度的冲击下，兽皮人脑袋只是轻微凹陷，还挣扎着想坐起来。苏叶的钢管又从空中狠狠砸下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很快兽皮人手臂垂下，又从空中狠狠砸下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很快兽皮人手臂垂下，身体不动了。我看傻了，说好的召唤系亡灵法师呢？怎么是物理剑圣？大人，这是一位恶魔信徒，身份应该是英雄。苏叶的声音从眼球里传来，我意识到真正的恶魔还在暗处。是的，他应该在某个地方窥视着，但因为戒为制约，我无法辨认神明的身份，只能识别恶魔使徒身上的信仰火种，难以确定恶魔方位。那个恶魔信徒还活着吗？活着，不过因为是从第一戒为破戒过来，他已经变异成怪物，只是在恶魔神明操纵下的行尸走肉。通常处理方法是处死。沦为怪物后，哪怕回到低戒为也无法恢复，杀死他们是对他们最后的仁慈。那就这样做吧。苏叶目光再次看向兽皮人。大人，他已经死了。凹陷的汽车上只残留一个漆黑人影，仿佛烧焦后留下的人形灰烬。实在抱歉，大人，我太久没有战斗，虽然竭力自我约束，但他实在太弱，这种程度的力量对他也足以致命，请责罚。算了，反正结果也没区别。我忽然感觉视角剧烈摇晃了一阵，接着不动了，就像画面被按下了暂停键。苏叶没有回应，他的身体陷入了某种静止状态，视角也变成固定朝向，朝着路灯方向。大概率是那恶魔玩家动手了。我冷静观察，思索对策。一个戴口罩的人走入视线里，兜帽遮蔽半张脸。终于逮到你了，你可让我找了好久。很会藏吗？那么你的信仰之火，我就先笑纳了。原本僵硬的苏叶忽然抱起，一把抓住对方手腕。抓住你了。对方浑身哆嗦。不可能，兽化仪式已经启动，你怎么可能还有理智？你是谁？苏叶通过眼球问我。大人，是否要处死恶魔？这也是常规处理方法。不急，让我想想。拉开他的兜帽，苏叶扯下对方头套，露出一头淡金色头发和一副年轻的女性面孔。理发师安琪一脸呆愕地看着苏叶，眼神有几分迷茫。现在问他，面对苏叶的询问，安琪回答得很爽快，也不知是清楚自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还是并不在乎。我很快搞明白了原委，安琪故意装作受害者来隐藏身份，她将蛮人部落的英雄召唤到现实世界，举行兽化仪式，就是将人脱去衣物，头上血咒后悬挂起来。兽化仪式作用的两个对象，那个女大学生和快递员都不是普通人，而是模拟器玩家。仪式的关键是一个小小的兽化浮雕，被嵌在蛮人英雄额头，只要被浮雕长久凝视，目标就会渐渐丧失理智、认知和记忆。安琪忽然露出气愤的神色：“你这种高等玩家，为什么还能留在安全区？”气愤的神色：“你这种高等玩家，为什么还能留在安全区？委员会那些人真是欺软怕硬，就会欺负我们普通玩家，对你们就装没看见，还有没有天理？”苏叶按照我的要求保持沉默装高手，言多必失，不说话就不容易暴露漏洞。安琪对苏叶的缄默并不意外，她从兜里摸出3个东西。成王败寇，这道理我懂。这次运气不好撞上铁板，我认栽。
只有这些了。我也升上过爬行区，被一个混蛋毁掉了奇观，降回了安全区，只想用兽化仪式赚点外快，尽快回去。现在就一个蛮人部落，还因为旱灾崩溃了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反正我也被委员会盯上了。你去自首，这事到此为止。安琪直接摸出手机拨通110。喂，警察吗？我是之前把人挂起来的那个变态。对，就是那个。我自首，我有罪。我叫安琪，住在9元社区南浦公寓3栋701。半个小时后，一间白色独立房间里，我说了，那是一个不该在安全区出现的高等玩家。我的剥皮者之相对他毫无影响，他用钢管3下打死了我的7系蛮人英雄。他浑身笼罩黑雾，看起来年纪不大，要么是爬行区的高等级玩家，要么是一位高等级使徒，绝对远超安全区的标级使徒，绝对远超安全区的标准。安琪对面是一堵青砖砌成的墙壁，表面仿佛水流一样缓缓起伏。墙内发出声音：袁安琪，现在宣布委员会对你的处罚，在安全区伤害普通玩家、非法抢劫信仰、破坏社会秩序，你将被处以10年监禁，直到进入爬行区为止。处罚即刻生效。屋子顿时变得漆黑一片，只有桌上荧幕泛着微光，照出安琪那张不甘的脸。他叹了口气，坐在电脑前，点开了桌面上唯一的图标——神明模拟器。结果一打开界面，安琪气得一拳砸在桌上。高等玩家也就算了，一个菜鸟新人也敢和我上嘴脸，毁我部落和通道，摇神，小摇崽子！大人，这是恶魔献上的祭品。苏叶张开双手，呈上3件物品。我先拿起其中一块漆黑雕像，大小和印章相仿，像一团软性黑泥，触感介于橡胶与粘土之间。黑泥中藏着许多眼睛，呈现阴沉暗红色，看着有几分邪气。剥皮者之相 Level 3，每小时增加3点信仰，攻击+2，可开启兽化仪式，通过凝视夺取活祭品的理智、认知和记忆，令其沦为强大的剥皮野兽，换取信仰之力。难怪安琪说他赚外快搞信仰，他是将玩家卖给这位来历神秘的剥皮者换取信仰。剥皮者之相属于换取信仰，剥皮者之相属于一种特殊概念攻击。之前2个玩家遇袭时，绝对想不到真正的威胁不是兽皮人，也不是血咒，而是这个不起眼的雕像。而且这件宝物居然有等级标志，可以持续提升等阶，具有成长属性。我放下雕像，又拿起另一件，这是一枚不知什么骨头制成的哨子，表面泛黄，看着有不少年头。邪恶骨哨，每小时增加2点信仰。吹哨人制作的宝物，通过吹哨操控失去理智的怪物与野兽。骨哨的能力言简意赅，剥皮者之相加上邪恶骨哨，就是典型的1+1大于2。前者将人或生物变成野兽，后者再将兽化个体驯服为己所用。难怪安琪之前说当他的狗，他不是开玩笑，只是在阐述事实。我看向最后一件，这是一封信，上面封有火漆，轻轻一撕就开，里面是2张泛黄的信纸。漂流信笺，每小时增加1点信仰，可用信纸数量2，在信中写字。通过恩赐，可将信送到低阶为特定个体手中，收信者必定能识别信中信息。之前黑熊袭击部落，尸体里掉落的信就是这个道具的效果。蛮人部落人均肌肉发达，智力堪忧，被改造的蛮人英雄肉体更强，但更接近没有智慧的野兽，所以哪怕能识别这封信，结果还找错了攻击地方。我想了想，剥皮者之相的兽化仪式模式和我的发展策略完全相反。来信仰可能比较快，但本质是替剥皮者打工拉仇恨。当挂件最合适，好歹加2点力量。苏叶，这东西给你用，尽可能不用兽化仪式，当个饰品。是大人。邪恶骨哨也给你，2件本就是一套组合，都装备给苏叶最合理。对了，用不上的道具有别的处理方式吗？大人，可以直接丢入神殿篝火，也就是信仰之火里，将其燃烧，获得一些信仰。3件战利品里，我有漂流信笺，我保留了下来。这东西在安琪手里是鸡肋，因为蛮人部落没有智者，但在我这却是一件有用的消耗品。有了它，可以直接给先知和萨满写信传达意思，不必再间接引导。我心情不错，首先找出了潜伏暗处的恶魔安琪，目送警方将其抓获，消除了最大的安全隐患。哪怕他再耍花招逃脱，我也知道他真实身份了，而他不知道我是谁。以前敌暗我明，现在敌明我暗，优势在我这边。然后还收获了3件高价值战利品，光是每小时正6的信仰固定收益就让我笑出声，加上仙人球随从和精力手杖，总计每小时8点，一天就是192点。过去信仰拮据，使用奇迹得想了又想，现在可以舒服些了，该下雨下雨，该电谁就电谁。不过在回到模拟器之前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，苏叶，你怎么完全没用能力？大人，弥留祈祷会消耗法力，对付那种程度的弱小敌人并不值得。那森林之剑呢？战斗对象太弱，无法触发森林之剑的效果。我有点遗憾，将眼睛还给苏叶。他接过眼球，熟练地塞进墨镜下的眼眶里。我将注意力回到模拟器中，虽然我做不到对安琪这样一个真人下死手，但对他的蛮人部落下狠手还是有胆子的，而且胆子很大。估摸着安琪还在派出所喝茶，没法操作模拟器，我直接点开奇迹，选择地震，需要40点信仰，但目前只有20点，用不了。冰柜神速，拖不得。我直接摸出签字笔，在漂流信笺上写了一段话：蛮人部落信仰的恶魔已被击溃，不要错过机会，即刻将蛮人部落征服融合。
消除威胁。将信笺放在鼠标上。请问您要将漂流信笺赐予您的信徒吗？是。与之前不同，这次部落小人们没有意识到有恩赐降临。信笺进入像素世界后，在空中飘荡。我点击拖动，直接将它拉到先知身上。先知头顶冒出感叹号：神明启示，蛮人部落的恶魔被击溃。先知和萨满立即采取行动。大蒜部落派出30名精锐猎人，有2位英部落派出30名精锐猎人，有2位英雄带队冲入群山，很快找到了蛮人部落的位置。群山中一个不大的部落，只剩20几人，全都躺在地上，神志不清，头顶浮现灰色幽灵小人，极度虚弱。哪怕大蒜部落不进攻，他们自己也撑不了几天。2位英雄轻松将蛮人全部俘虏，然后毫不犹豫毁掉了洞窟边的恶魔神像。大蒜部落和蛮人部落完成融合，信仰得到了提升，信仰涨了51点，总计71点。我看向蛮人旧址旁的洞窟，很可疑，但不准备让小人们冒险，直接点开地震，将洞口和周围选定，信仰消耗40点，选定区域山崩地裂，巨石滚落，洞口迅速坍塌，碎石将附近彻底掩埋。这样一来，如果坍塌的洞窟有任何异状，我也能第一时间发现。屏幕浮现提示，神明世兽的信仰在附近彻底消失，他的信徒将开始寻找新的神明。假日来来去去，上班永不结束。我坐在工位上整理材料，芳姐凑过来，那个小姑娘苏叶，洋娃娃似的，看起来很有气质，是哪家的大小姐吧？你们计划什么时候结婚？我一口水差点喷出来。我们只是朋友。别装了，小姑娘穿着你的衣服跟着你逛超市，不是女朋友，难道是女仆啊？我很想说，她的确是我的使徒，但只能含糊一句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芳姐不依不饶，我岔开话题。对了，芳姐，你那位未婚夫韩警官有多高？1.87米，男人高大一点有安全感吗？说起来，那个变态听说抓住了。抓住了？对，不过嫌疑人身份似乎有点敏感，没对外公布，移交给上级部门了。韩志刚也没透露太多，说要遵守纪律。我心里一惊，移交上级部门，也就是说安琪的玩家身份暴露了。更重要的是，玩家群体看来有相关的特殊部门管辖，说明除了我和安琪之外，还有不少人也扮演着像素世界的神明。联想到安琪曾把苏叶看成高级玩家，还提到委员会背后和那个组织多少有点关系。不过这也说明安琪的确被逮捕了，短时间里他不太有机会再制造麻烦。你怎么说到我身上了？苏叶看起来不到20岁吧？他是哪个国家的？家里人就对你这么放心？难不成你们从小就定了娃娃亲？他已经回家了啊？你就让他这么走了？万一不回来了怎么办？那颜值你还找得到同样的？人总是要回家的。苏叶返回了像素世界，既是他个人的意愿，也是必须遵守的界为规律。他在现实世界待得越久，越容易变异。安琪已经落网，他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。使徒的最大使命是作为神明的臂膀传播信仰，回到像素世界才能发挥特长。事实上，苏叶也只在这边待了2天。下班回到屋子里，小燕安静地蹲在花盆中，和正常室内植物没区别。游戏界面显示，大蒜部落规模稳步提升，人口303，信仰201。神殿里，一身黑袍的苏叶安静跪坐着，面朝屏幕前的我，等待命令。我在对话框里打字：部落最近有无异常？大人，一切正常，并无可疑之处。之前让你调查蛮人部落那里坍塌的洞窟，有结果了吗？大人，里面是一个通道，连入另一个未知区域，不过因为山体坍塌已经彻底毁掉了，再也无法使用。大人，我请求暂时离开部落。不久前我用弥留祈祷唤醒了一个亡灵，他说南方沙漠中有一片绿洲，绿洲中有一个贝都部落，贝都部落饲养羊和骆驼，民风悍勇，而且掌握着与另一片平原相连的通道。我想进入沙漠，找到贝都部落，将他们变成您的信徒。我对苏叶的实力很有信心，那就去吧。是大人。苏叶走出神殿，一路进入西边的沙漠，开始探索之路。我看向桌上仙人球，小燕给我煮碗面，要泡椒。仙人球，小燕给我煮碗面，要泡椒的，加个蛋，再加根火腿肠。是神明大人。小燕从盆栽里站起来，抖了抖身上的泥土，从墙角纸箱里翻出一袋泡面，跑出去煮面。我租的是个2居室，和大学同学周杰一起租的。周杰不住这里，另一间房当临时货仓堆了很多纸箱。通常他每周一大早过来囤货装新货，我回来后会反锁大门，所以不怕小燕被人看见。窗外传来野猫叫声，不知是在打架还是约会。我起来拉伸四肢，脖子扭动时，身体里传来啪啦啪啦的声响，动作稍微大了点，腰给扭了，疼得撕凉气，正揉着腰。电脑上有了新提示，大蒜部落发明了文字，所有人的智力有了稍微提升。文字的出现让大蒜部落拥有了记录的能力，能够跨地域传播文明和信仰。要不是腰疼，我恨不得当场打一套拳。文字象征着文明，大蒜部落总算从蒙昧未开化的时代走出来了。随着文字出现，游戏界面也做出了更新，画面顶部除人口和信仰外，又多了几项资源显示：粮食、木头、石头、皮革、盐。不过没有显示具体数值，呈现电量槽形态。粮食最充足，是健康的绿色，鼠标放上去能看到详细列
列表，小麦占8成，肉占1成，其余杂项，盐和皮革也处于绿色。木头黄色储备不足，石头红色极度缺少。我稍微一想就明白了，文字出现后，这些资源才能以文字为载体显现。随着文明不断发展，社会复杂度提升，界面也会相应更新。好在文明是自主运转演化，不需要我去微操，只需掌控大方向。游戏提示还在继续。您在该区域击败了神明世兽，延迟部落的态度变成亲密。延迟部落向您献上了一件祭品。祭品2个字让我精神一振，点开神殿，祭品槽里多了一个金灿灿的物品，黄金头子，每掷一次消耗2点信仰，这中6则获得一件祭品，来源不明。我的兴奋劲儿一下消散了。延迟部落献上了一件赌具，如今我对信仰值已经非常敏感，一看到黄金头子的说明就蹦出一个词：来者不善。赌博的核心是诈骗，每掷一次消耗2点信仰，这些信仰哪去了？联想到延迟部落的商人做派和他们自称供奉3位神明的风格，我怀疑黄金头子背后就是某位神明做局，利用延迟部落到处搞骗局，用投资诈骗其他神明的信仰存款，可比安琪那样费力的抢劫方式巧妙多了。至于掷中6获得祭品，概率完全不受管控，他说中就中，说不中就不中，吐出一个明目张胆的暗箱操作。爱因斯坦说得好，上帝不掷骰子。不过既然送了东西，也没有不收的道理。苏叶说过，不需要的祭品可以丢进信仰之火里燃烧获取信仰，我直接把黄金头子丢进神殿篝火，信仰证实果然不值钱。我观察了一下大蒜部落的地理环境，盆地平原处是大本营，还有不少土地没开发，森林往北延伸，东面被河流阻断，西面群山，南面沙漠。尽管世界地图在不断探索中继续扩大，周围已经没有其他聚居人群，想要快速发展，与其他部落贸易交流乃至融合是最好方式。目前唯一安全通道是群山后面的延迟部落，进出口被他牢牢把持。另一个潜在通道是南面绿洲的贝都部落，苏叶打通那边还需要时间。与蛮人部落的强势征服不同，延迟部落策略灵活，正在积极贸易，短时间双方没有利益冲突，局面算是平稳。大蒜部落发明文字后，还有一个显著改变，像素小人们都学会了简单思考，头顶问号不再是先知和萨满的特权。我点开不同小人的问号，阅读他们的想法。今天起来很饿，吃饱就不饿了，可第2天又会很饿。既然始终会饿，那人吃饭到底有没有意义呢？麦田里杂草比麦子长得更快，如果麦子能像杂草一样自己长出来，怎么都吃不完，那该多好！像杂草一样自己长出来，怎么都吃不完，那该多好！肉很好吃，小麦也好吃，大蒜也好吃，但一起搭配吃才是最好吃的。这个秘密大概只有我知道。嘿嘿，先知老了，萨满也老了，我是继承先知还是萨满呢？真头疼。其中有个农夫的想法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今年杂草和虫子特别多，又遇到旱灾，小麦收成很可能不好。部落所有人都指望着小麦，如果今年没法丰收，冬天就要挨饿。不止他一个，好几个农夫都表现出同样的担忧。他们是打理农田的专业人士，对环境和粮食非常敏锐。我搜索了一番，确定了下一个远程支援的物品，走到厨房拿了一个大土豆放在鼠标上。请问您要将马铃薯赐予您的信徒吗？是。部落小人头顶纷纷蹦出感叹，神明又降下恩赐了。马铃薯埋在土里就能生长的马铃薯，耐旱，比小麦更高产，一种全新的粮食。农夫们一个个头顶露出笑脸，太好了，尧神知道今年收成不好，所以恩赐了马铃薯，今年冬天不会有人饿死，赞美尧神。农夫们迅速将马铃薯种在新田里，旱季渐渐过去，天空下了几场雨，但秋天没持续多久就飘起了雪。与农夫们预计的一样，今年小麦收成很差，从8成占比跌到4成，马铃薯补上了3成，肉类2成，粮食储备整体亮起黄灯。好在土豆补得及时，不然冬天食物缺口会很大。这也是文明进步带来的优点，人们会思考，会担忧和观察，就有了更多交流和尝试。作为幕后神明，我也能从像素小人的疑惑中看到像素世界的细微变化，做出针对性调整。在这个不算漫长的冬天里，发生了2件事。第一件，延迟部落过来高价购买了一批粮食，据他们说，由于旱灾太久，接触的其他部落大都陷入粮荒，大蒜部落已经算是较为富裕的区域。第二件，延迟部落来了一批总计22人的移民，其中有2名木匠、2名药师、1名盐米。有史以来第一次，大蒜部落吸引来了一批专业人士，他们一方面对尧神信仰有所了解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旱灾粮荒，没有什么地方比粮食产地的大蒜部落更有机会吃饱饭的。木匠拥有伐木和加工木料的技能，冬天就进入森林开始伐木，建造了大蒜部落第一座木头房子。药师弥补了只有萨满1人掌握医术的缺口，进森林采药给病人治病，挽救了不少生命。盐民则在西面山中找到了一些食盐，虽然产量不高，但也为部落找到了另一条获取盐的途径。我倒了杯加冰可乐，撕开一包青瓜味薯片，俯瞰部落小人们忙碌劳动，我感觉自己仿佛和他们融为一体，身体也变得更有力量了。我不掷骰子，我只要稳稳的幸福。